看一下今天的作业。我们画手臂结构的时候呢，其实不一定非要把它的解剖画的那么清楚。你像这块儿，它的体积更重要一些。有的时候呢，分析不出来它的解剖结构，这个也没有任何问题，它不是最重要的问题。就是在我们能看到解剖的时候，可以呢去带一下。如果看不出来的话呢，那要去找其他的内容去画，比如说概括成一个体块啊。你像从耻骨鹰嘴到耻骨头，这里是一个分界，上面的这一大块它就是屈脊部，这个是整个手臂的侧面。看它在侧面里边，这边是侧面，然后侧面里边有一些结构。然后像这种前后关系一定要交代清楚。你像这个地方呢，就没那么清晰，它的空间。然后肱三头肌，它应该是往肱骨的后边去的。那么下面的这个其实跟上面那个动态呢是差不多的，只是比它弯曲的程度更大一些。像这个手臂也是，手腕上面的这一块，然后整个手臂的形状，整个前臂的形状，从耻骨鹰嘴这个位置一直找往上连，画到耻骨头，它就是个分界。这一大块里边呢，就是有很多结构我们看不出来的，它没有独立的结构，就给它归纳到一起，它们一起呢构成了屈脊部。我也是通过照片分析的。这个部分呢，先去找清楚它的侧面、背面，然后下面这个部分呢，去概括它整个一大块形状，然后从这个结构往这个结构去连接，连起来之后呢，它就构成了屈脊部和这个伸脊部之间的分界。然后这个部分的画法呢，可以参考这个。其实它体积呢比较重要，解剖结构呢只是其中一部分，看不出来或者看不清晰的时候，其实没有必要非要去画它的解剖。这张肩胸部的作业画还是非常不错的，结构画得很清晰。就是画的时候呢，要注意形和形之间的关系，它们的前后关系。这是一块形下来之后呢，你要想到它往哪边去。然后这是另一块形，这两个形交汇的这个地方要交代清楚。一看就是它们有前后有穿插。要是这个三根线这样交在这里呢，它就没有这种关系。胸腔下端它有个开口，然后斜方肌呢应该结束在这儿，不是到这儿。然后下面的这个胸腔的基本形状有点不够准确，感觉上面宽，下面窄了。它应该是上面略窄，下边略宽。然后这个位置的穿插也是，一定要把这个前后关系给它交代的清楚一些。下面的这个的话呢，难度大一些，然后这个形的问题多一点，这个颈部稍微的细了一些。然后这一侧的肩三角肌画小了一些，手臂稍微的细了一些。然后它的胸腔下端的开口，斜方肌结束的位置，注意一下形。这个画的也比较不错，结构呢基本上都准确，就是要注意形。首先看一下第一个的话，它手臂的粗细有点画细了，然后它的斜方肌稍微大了一些，有点高了，看起来呢不是很自然。然后它的胸腔上面不要连接到这个外轮廓，它是在身体的内部的。你在你身体的这个部分，你去摸，你是摸不到骨头的，因为骨头不在这里，它在这里。所以要注意骨骼的造型，不要画到这个外轮廓上来。下面这个也是稍微的有点高了，这个是第七颈椎，第七颈椎的棘突
就把它当成是胸腔上端最高点，过了这个点，它应该往两边成一个弧度往下。然后这个位置呢，注意前后，手臂在前，肩三角肌的结束点往后去，把这个关系给它画清楚。下面这个也是相同的问题，胸腔不要贴到这个外轮廓上边啊，胸腔的上边。然后这个颈部稍微画长了一些了，但是低头的，低头的话呢，说明这个脖子在往前倾，往前倾的时候看到的就没这么长。然后这一块是肩三角肌，肩三角肌之间不要画这么重的线，这个重的线呢就把一块造型给它分成了两块，中间如果想要去画它分组，那么就要画浅一点，就保证这一块是一块。然后这个两侧的肩胛骨高低的关系不够，这边要高一些，这边低一些，画的有点接近于水平了。画到这儿差不多，画到这里。